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政府怎么过紧日子啊？那么为什么？因为经济不好啊，经济不好的结果就是政府要过紧日子。但是其实中国经济呈现下降的趋势，其实已经有3年时间啊，但是为什么今年很突出啊？政府真的是要过紧日子的原因是，核心的原因是，底子已经翻上来了，哎，真没钱了啊，真没钱。前面2年，第一年差点，第二年再差点，那到了今年就18年是开始差转差，19年是开始全面的差。那么到了今年就基本上就是底就没了啊，底就没了。今年是要清查小金库啊，就是各个部门、政府部门、各级政府的小金库都要拿出来用的了啊。那么先说说怎么回事啊？新闻是什么？新闻是6月11号，中央政府的102个中央部门公开预算。那么我就找了一下这个，我没有时间看那么多预算，我回头会慢慢看。但是我先找了一下财政部啊，财政部的预算。老实讲呢，这些预算公开呢，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我就想看那几个数字，还想看看他们的这个政府的部门的结构，因为你预算，如果你有预算的话，你一定会有把政府部门的结构啊展示出来。那我其实是想看看财政部这个预算，预算里面反映出来的这个政府部门的结构，然后他们所谓的紧日子是怎么过的啊？紧日子怎么过的？那么他们现在中央部门公开预算包括收入总表、部门收入总表、部门支出总表，然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表。一般性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然后是3公经费支出表，然后是政府性预算支出表8张表啊，就是每次会公布8张表。那么当然，这个媒体就这个非常鲜艳性的把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认为是3公问题。3公问题是在早年了，大家很关心3公问题，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钱。然后3公是什么呢？公费旅游、公车购置，然后是公车养护，这3个费用叫3公费用啊。那么媒体就说大家很关心3公费用，其实大家没那么关心3公费用，因为现在社会已经普遍富裕了啊，3公不是太在意，大家在意什么？总支出多少啊？然后呢，就是人社部、文旅部、财政部啊，他们的3公经费，这几个都是花钱比较多的啊，比较有钱，然后又能花钱的部门，他们说3公经费压缩超过50%啊。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几点要注意的，你看一下，我读一下，把几个经费是这样的啊。人社部3公经费减少2649万2000万，压缩72%，就是说减少了2600万啊，就是说他平时那是很多的啊，平时很多。财政部是什么呢？3公经费是2446万啊，那么压缩了55%。外交部的预算肯定不是真的啊。外交部因公出国经费2728万，公务用车1000万，然后公务接待很少。大家猜一下，一个外交部今年的公费接待预算29000，
这个很讲政治，这个很懂事啊，这个王毅很懂事。这个三公经费整体压缩60%啊，发改委三公经费1476万，减少了压缩55%，文旅是压缩50%啊，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个蛮大的变化。什么大的变化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东西，今年公布的这个预算当中有一样东西是以前没有公开的，就是项目啊，项目就是各个部委都有自己的项目啊，自己项目。你比如说这个教育部有立耕计划，立耕助学计划项目啊，然后就是生态环境部有这个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计划项目啊，这些项目有些钱呢是其他国家的钱，有些钱是自己的钱啊。那么像中国妇联有一个促进妇女儿童发展与妇女儿童维权项目啊，这些项目我们都没听过的啊，就是这些项目呢现在也拿出来公开啊。公开了多少个呢？102个部委公开了83个项目，什么意思呢？有杂音吗？又有杂音吗？我们这里又有杂音，哎呀，是不是我的手机啊？我看一下，我把手机关了，看一下，好点吗？好点吗？还有吗？还有杂音？我们现在没有东西了呀，现在我的电源也关了呀，还有杂音吗？我的麦克风都已经换掉了，换了新的还有吗？还有没有？滋啦滋啦，滋啦滋啦，还有杂音吗？没有杂音啊，现在没有电源也拔掉了，好了吗？哎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没有了是吧？那 OK， 那可能是手机的这个干扰啊，手机干扰。没有了吗？还有 ，OK， 好吧，我们继续吧。抱歉啊，抱歉。政府部门呢，其实有一大块的支出在哪里？政府部门有一大块的支出在项目里面。如果你公布这个人头费，其实没有意义啊，因为大头在项目里头啊，项目里头，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其实政府的支出不透明，是为什么会不透明？你拿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你不告诉我怎么行？这就是独裁嘛！独裁的核心是什么？独裁的核心就是我干什么不用向你交代啊，这是问题的核心。他现在就公布一下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我讲一下，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啊，这是政治原因。经济情况不好了，经济情况不好呢，你看哈，现在那个我先把这个讲完吧哈。然后就是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公开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就是2017年公开了10个项目，2018年是36个，绩效啊，就是个绩效目标啊，到了2019年就是36个，今年是增加到109个啊，109个，他就不全部告诉你啊，他不全部告诉你。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中央政府公布了102个部委啊，102个部委的不是部委，全部的部委是102个部门，就是部委没有100，部委现在是30多个吧，具体数目不记得啊，然后部委下面还有各个事业单位啊，所以102个部门的预算啊，这第一个，这是规模最大的公布啊。
理论上应该全部都要公布，所有政府部门预算都应该贴出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把这个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负责的这个项目公布，这个很关键。其实应该全部公布啊。然后他只公布了这个109个这个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啊，这把这个公布出来。那我就重点拿了一个什么呢？我就重点拿了一个财政部啊。那财政部呢，它大概是这样的，财政部本部啊，然后这是一个啊，是财政部的本部，它的结构是怎样的结构呢？啊，这个中国的政府规模，那真的是全能性的政府啊！我跟大家先讲一下财政部是个什么情况啊？财政部本部这是一块啊，就是然后有机关服务中心，然后有离退休干部局啊，你看这照顾得很好的，然后就剩下监管局，监管局就是32个省市自治区啊，有一个财政部在当地有个监管局啊，监管局还包括5个计划单列市，什么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啊，这计划单列市，然后还有一个财政科学研究院，就是原来的科研所，现在就叫研究院了啊。然后还有一个信息网络中心，有一个中国会计学会，财政部嘛，会计学会是财政部下属，还有一个注册会计师协会，也是财政部的。然后有一个干部教育中心，干部教育中心就是疗养的或者是做培训的。这是一块本部有这么多啊，有43个部门，就是财政部啊加上下面下属的43个机构，这个机构包括在各地的监管局啊，就是财政部要监管当地的财政厅。所以你想一下，其实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是很厉害的。你想一下，财政部有监管局，派到每个省都有监管局，人民银行还有，人民银行在当地也有监管局，而且人民银行不仅仅有监管局，还有大区监管局。比如说东北，除了各个省有监管局之外，还有一个东北的监管局，比如说上海，整个华东地区上海监管局，广州有一个华南监管局，它这样分，它这样摆啊，所以你看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这个监管关系非常严密的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这个监管非常严密。然后就是什么下属单位是从44到59，那就是15个下属单位。哪下属单位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什么叫全能性的政府？就是大政府是什么概念啊？前面是本级，就是财政部本级机构43个，就是财政部，然后机关服务中心等等等等啊，然后下属单位15个啊，15个，国债协会、国债支付中心、国库支付中心，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票据监管中心、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评估中心、财政杂志社、预算评审中心、资产评估协会、关税政策研究中心、国有金融资本运营评价中心、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会计准则委员会，这全都是很厉害的哈。这些中心都是非常挣钱的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中国税务财税博物馆。看一下，这就是一个我们就是叫全能性政府的样板，就全部都抓在手里，所有跟财税跟这个资产管理等等，全部都是由财政部全部抓在手里啊。
那我们讲讲预算啊，原预算，财政部花多少钱呢？怎么花呢？这个钱，财政部是这样，今年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74亿啊，比这个2019年减少了多少？76亿啊，76亿，就是原来是100多亿啊，现在呢有100多亿减了一多半啊，减少了一多半啊，这是一头啊，减少一头。支出是100个亿，为什么支出100亿，拨款只有74亿？这就是原来的小金库全部都得吐出来，就是原来所谓沉淀资金，就这次就是经济不好，就是所有沉淀资金得拿出来统一调配。财政部也是一样，财政部有多少？原来是100多个亿啊，那么今年只拨了74亿，就是少拨一半，但是呢，预算支出还是100多亿，还是100亿啊，整100亿啊。那么这整100亿为什么会有？就是原来还有30多个亿是沉淀资金、滚存资金、沉淀资金，总之就是小金库啊。那么它是这么，支出是怎么算的？支出是基本支出24亿啊，项目支出79亿，看见没有？项目是大头啊，事业单位支出1400万。项目事业单位为什么还支出1400万，1467万？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本身是收费部门，所以他根本不用养，还给点钱就算了，给点人头费算了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它的支出啊，财政部的整个支出分什么？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啊，占16%，然后它还有个外交支出，领导出门啊。外交支出多吗？外交支出挺多的，多少啊？57亿。财政部的外交支出57亿，占多少？占77%啊。这里面是什么钱？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教育支出2%，科技支出1%，文旅支出0.26%，社保支出1.62%，卫生健康支出0.23%，住房保障支出1%都不到。这里有个大头叫什么？叫外交支出。我怀疑这个外交支出57亿，你看整个的基本支出他这个打包就打乱了哈，打乱了，就是外交支出57亿，这个57亿到底是拿来干什么？是对外的赞助吗？不知道，没有交代啊，没有交代。那么大家很关心财政部工资福利很好，待遇很好，怎么个好法？财政部本级预算工资福利8亿，人头费就是工资，财政部整个养人8亿一年啊，一年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57亿啊，整个的财政部一年支出100个亿，财政部一年的支出是100个亿，其中有57亿是外交支出啊。那么这个外交支出到底是个什么个情况？没有交代，跟什么有关系？是大傻逼吗？这也太少了吧，57亿才。好，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一次中央政府突然把各个部门的预算公布的是最大规模的公布啊。那么我印象中是前天财政部长刘昆开了个座谈会啊，把各个省的财政厅、财政局的局长、财政厅的厅长，有些计划单列室也要参加啊，开了个座谈会。苦口婆心的跟地方政府谈什么呢？谈这个，大家要把这个要过紧日子啊，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啊。那么总理李克强昨天啊有个专门的讲话，
怎么样把2万亿的这个转移支付用好。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大家都很清楚。那么主要的困难集中在哪里？主要的问题发生在县级政府，县级政府没有办法开支了，那怎么办？2万亿，这2万亿从哪里来？2个地方来。第一个，今年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安排了3.75万亿的赤字，也就是发行国债填补3万多亿的赤字。其中3万亿里面呢，其中拿出1万亿，这是1万亿给地方政府、县级政府，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块，这是中国有1000多个县啊，1000多个县。第二，从哪里呢？从这个另外再发一个特别国债啊，特别国债里面再拿1万亿，总共凑够2万亿。2万亿呢，就给地方政府建立一个直接通道，这个直接通道就是中央政府把钱拨到省政府，这叫转移支付，然后这省政府拿到这个钱不能花，直接按照报表直接发到各个县去，让县去开支，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安排。如果他不做这个安排的话，那很多的县政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公务员发工资了，这是目前的情况。所以，那么李克强昨天又苦口婆心的讲我们怎么去花这2万亿呢？李克强用了个比喻，叫地方政府要做过路财神。什么叫过路财神？就钱过他的手呢，你就别拿了，别节流了，直接发下去直接发，叫过路财神。那么这一次呢，中央政府安排中央部门出来，其实它最重要的做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公布这个账，公布这个预算，其实最重要的是做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动作，就是我刚才讲财政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把小金库里的钱拿出来填到日常开支里面去。为什么？因为如果再不地方政府也好，各个部门也好，其实各个部门都有小金库，谁都知道那就是节流等等各种各样的钱放在账上但是没有花，各种理由放在账上，那就是要求大家讲政治这次现在就是讲政治了，讲政治大家要把自己压箱底的钱拿出来，其实是讲给谁听的？其实就是讲给地方政府听的为什么？因为今年在发债已经发了多少呢？就是针对现在除了日常经营以外，针对财政困难发了债发多少？8万亿，什么8亿？8万亿，就是说这个8万亿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不算其他的财政就是其他的问题，我们只说这一块的话，去年中国的 GDP 是100万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发行的这个债务就是8万亿、8.5万亿、8万5千亿，也就意味着什么？虽然中国赤字只有 3.5%，但实际上你把所有的债务你发的债加进去，实际上有 8.5万亿，就是8万5千亿。8万5千亿，中国的财政的赤字率已经达到 8.5% 了，甚至更高甚至更高。我印象中可能要达到 10% 以上。这对一个国家的财政来说是有风险的有风险的昨天有网友提出来说，中国会不会拉美化？中国不会拉美化，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已经完成了，所以它不存在拉美化的可能性。但是持续的高借贷对中国来说是有财政压力的，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财政压力。所以
想办法把地方政府的小金库拿出来，成为什么呢？成为讲政治。那么实际上让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先做什么？先做一个表率。你看财政部自己都把他的小金库拿出来了，那其他的部门也得拿，这是一个讲政治的行为。那么我们今天再讲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其实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基本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解决什么问题？解决谁是老大的问题。就里面宫廷政治里面打权力斗争，打到最后要得出一个结论，谁是老大啊？胡锦涛、江泽民还是习近平啊？老大出来了。所以所有的宫廷政治都是围绕着谁是老大展开的。但是呢，地方除了宫廷政治以外呢，另外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地方政治，或者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的地方关系决定什么？决定这个国家的地域有多大啊？中央和地方关系决定了中央政府能不能管理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国土，或者你能管理多大面积的国土，是由中央和地方关系决定的啊。那么民主政体，或者我讲共和国，假如真是一个共和国的话，共和国的政体或者是国体，它的模式是什么？它的模式是民主选举、地方自治。其实共和国的核心内容，大家只说了前面那个，后面那个没说。其实后面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后面那个跟前面那个是同一个含义下的，就是民主选举，国家元首或者是国家元首，如果总统制就是国家元首民主选举，一人一票选出来，总统大家选出来，这叫民主选举啊。地方自治是什么？地方自治其实也是地方首长啊，地方行政首长一人一票选出来。那么地方呢，由于它是一人一票选出来，所以它地方自治就有点像美国啊。美国就是联邦政府选总统，他的首脑是总统，地方州长一人一票选出来啊。那么州的事务由州自己负责，中央政府不得干预。那么国家事务由联邦政府负责，地方政府也不得干预，就大家事权财权分得很清楚，联邦税交联邦税，地方税交地方税，大家分灶吃饭，你吃你的饭，我吃我的饭。但如果你有困难，我联邦政府会救你帮你，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一独裁，这就不好搞了。独裁其实很难搞的事情。你想一下，比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北京市政府，北京市长谁管？北京市人大管。北京市人大选出北京市市长，理论上北京市市长向谁负责？向北京市人大负责，对吗？因为他选你出来，你得向他负责。但是你想一下，北京市长听谁的？听总书记的。为什么？因为他主裁啊，这就不合逻辑。所以其实你看，中国的政体呢，就扭七扭八、扭不清楚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地方自治，那地方的行政首长就是票选出来，但现在又不是票选出来，地方的行政首长听谁的？听国务院的，得听国务院。理论上来说，国务院管他什么？你管他什么？他又不是你选出来，你又不是你任命他的省长，总理你管不到这个省长啊，省长你也管不到市长。理论上，地方自治应该是一个这么个关系，就是我对你有影响力，我们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关系，法律框架以外咱们没关系。就像这次疫情，你看得很清楚啊，川普做的事情，他就是通过 CDC， 通过这些中央政府资源庞大的部分提供给全国提供支援，联邦政府是支援，它不是指挥。复工也好，这个停工也好，复产也好，复工复产也好 ，lockdown 也好，就关停也好，都是州长的权利，总统没有权利。
川普上来一说啊，这个关停是我的权利，结果第二天马上就改了。为什么？他应该不知道，他觉得应该是他的权利。回去一听，那幕僚赶紧说那不是你的权利，那是州长权。他第二天马上改了，不管了。这是为什么？这地方自治的，当然我关不关停当然是地方的事务，中央政府没有权利管。但是实际上你看中国的政体就很奇怪，中国政体就是中央政府在管地方政府。如果你是个共和国，中央政府是没有权利管地方，在法律框架下你可以对它进行指导，比如说房地产你可以由中央政府中央银行去出指令，要求银行的按揭成数调整影响按揭成数，这个可以管。但是他不能管地方的房地产政策，他怎么管？他理论上他管不到。他为什么管不到？没有法律啊，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你行政关系没有这样的行政关系啊。但是中国是有的，他怎么实现的？这就是独裁。独裁政体就是这样，它不是通过法律架构去实现，它通过两件事情实现。第一件事情就是政党，中共是一竿子插到底的，由总书记一层一层一层，下级向上级负责。它不是共和制，它的是层级制，从总书记一直到县委书记都是一层层负责，向上负责。他比如说省委把各个市的市长和书记拉到省委里面当委员那我什么事情我省委一开会一定，你这些书记也好市长也好，你要服从我们省委的决定你要求你深圳市，比如说广东省委一开会，深圳市你现在该干嘛干嘛，书记听到没有？听到。市长听到没有？听到。下去执行。它是通过这个来实现的，通过这个党的系统来实现，党的系统一层一层管下去。虽然它政体里面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它通过党的系统来搞定。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政治了。什么叫政治？就是通过这种政治压力搞运动来解决问题，就是搞敲锣打鼓。为什么你看中国的媒体很重要？就敲锣打鼓很重要。敲锣打鼓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地方官员听，那我们现在干这件事情一定要听哈，你要是不听呢，后果很严重，官都没得当。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为什么中国会有政治运动，跟它的政体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的情况，为什么现在要敲锣打鼓？地方政府现在地方政府中间层有点不大动。你可以看各个地方的这个省级政府不起劲。为什么不起劲？两个原因。第一个，没钱起什么劲？没事干不了事情，这是第一头。第二头，掐得太死，中央政府现在非常强势早年没见过我以前就没见过中央部门在地方有这么多监管部门。那一个省会城市都是中央政府的各个监管部门，那你地方政府，你想一下，他已经监管到什么地步我举一个例子，地方政府原来有国税有地税，对吗？国税呢收国税中央政府所有共享税中央政府收，然后把钱拨回去然后地方税收营业税，收所有的地方税地税收。那么地方政府总是会想一些招就是你比如说原来营业税是地方税，地方政府就使劲的培养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好在哪儿？第三产业就是收营业税，第三产业全部都是营业税。营业税呢，它全部地方收，地方收呢，所以营业税成长的非常的快，它地方政府就培养这种第三产业，那第三产业成长利率很高。
中央政府一看不得了，这个营业税比我这个增值税分的还要多，那怎么行？好，中央政府花了3年时间干了一件事情，取消营业税。你不是营业税增长，把营业税全部给营改增，改到增值税。所以其实中央政府啥都不干，就是瞄着地方政府，琢磨地方政府的事儿啊。一合并到增值税，然后我们再来分，按照增值税来分，你说这地方政府能干吗？都不高兴，用了3年时间，最后绝到什么地步？直接把地方政府的地税局给撤了，不要地税局，全部由国税来收。国税一层层上去，所有的税务局全部都是国税局。中央政府把所有的钱全部拿走，然后我再分给大家。这地方政府给掐的，中央政府给掐的，根本就动不了。所以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什么这几年经济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地方政府你这一头打房地产，房地产打下去啊，房住不炒，这是习近平的下的指令，房住不炒，把地方政府的这个钱袋子一下子给，因为现在地方政府惨到什么地步呢？他原来卖地能挣钱，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卖地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收入。他基本上盖地铁这钱都是从那个地铁盖好了，他更花钱，比盖地铁还花钱，因为运营成本非常高。那他靠什么？靠卖地收入。现在卖地就是征地啊，这个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卖地还能卖得动，还卖很多钱，但是成本上来了，成本一上来呢，他已经赔钱了，开始赔钱了。那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的空间就没有了，这一头又没有了，这一头原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会超，地方政府把这个政策拧一拧，你请客也请不成，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你说免税啊降税啊，你出政策，结果全降到我的税，你不1分钱不掏，你做好人，地方政府不愿意干怎么办？那就做一些手脚，让这里免了，那里又征回来。你现在好，直接把我的税务局给撤了，我收税都没地儿收去了。地方政府，然后这一头呢把这个房地产打掉，这一头呢把这个融资渠道打掉，地方政府还干什么？没得干了。地方政府，然后这个银监会啊管这个地方政府发债，各种债，地方政府你也不能发债了，谁来发？我来发，我帮你发。你帮我发，那我发多少你不就知道了吗？地方政府就剩下那么点钱，所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这样下来了。除了积极性以外，能力也没有了，没有空间了，地方政府没有操作空间了，那就基本上沿着现有的轨迹往前走就行了，不出错就行。所以呢，地方政府积极性没那么高，地方政府积极性没那么高，经济中国政府是个全能性的政府，它覆盖所有领域，它把大部分的资源全部搂到手里。它要是积极性不高，那经济能活跃吗？就经济活跃不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为什么又要开始做这些工作？就是要地方政府你们要听话，讲规矩啊，讲规矩，听招呼。现在呢，把小金库拿出来，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行大家一起沉，这条船大家一沉大家都沉，话就讲得这么明。但对地方政府呢，你要尽量的别，这个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是不能够再藏着掖着了，那就不能藏着掖着，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央政府要先把表率做出来，不过几日子嘛，好，我做给你看。3公费用，你看我都压了一半了。中央政府那是3公费用，那都骗鬼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骗鬼的，
但是他也要做，他知道你是知道，他也要做的原因是什么？他其实是表个态，表个态呢，地方政府去看，那这个时候呢，谁不听话，谁听话就清楚了，清楚了呢，然后在政治上再收拾他，大概就是这样啊。目前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看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中国经济在可见的未来，你看啊，现在国内的媒体在刷屏刷一件事情，刷什么事情？下半年经济会好转啊，会反弹啊，下半年经济会好转。我现在看几个财经媒体啊，都是这个调子，说下半年经济会反弹。那中国经济所谓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这三头，我们讲讲。消费不用讲，收入下降，消费肯定起不来，对吗？还有很多人失业，这头肯定是没有疑问的啊。他统计局的数据你就不要信他，这是第一头。第二头，投资，外商投资不要说啊，我们就不考虑了。外商这会不会有人投资？就剩下什么呢？民间投资。私营企业投资那也别指望，私营企业现在跑都来不及。这两头，还有一头是什么？还有一头就是这个国企基建投资，国企也没有钱了，大的国企的钱全给政府抽走了，所以他也没有钱投资了。现在唯一能做的投资，能够看得到成型的投资是什么？基建投资。基建投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专项债。然后再用银行贷款，专项债现在25%，一个项目100个亿，专项债出25个亿，然后其他75亿银行贷款，其实都是借的钱，债也是借的钱，这个银行贷款也是借的钱，反正就是把钱借来投资，大概是一个这个投资这块也指不上，这是第二套啊。还有就是房地产投资啊，房地产投资我不算多吧，就算让它涨个10%，去年涨了10%，如果去年没有房地产的10%，投资没法看。我算今年房地产再投资增长10%，投资还是没法看。这第二头，第三头出口，下半年出口会不会好转？我觉得会好转。为什么？美国、西方、欧洲跟日本现在不清楚，欧洲应该差不多开始要 reopen 了啊，全面性的 reopen 了。美国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了，开始这个进程 ，Phase 2已经有些州已经进入 Phase 2了。那么西方国家的市场，欧美市场开始渐渐复苏，那么对中国的出口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你说比去年增长这事儿就别想，说中国出口会增长，那是胡扯啊，因为它还没有恢复到正常，你怎么可能就增长了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出口这块。消费、投资、出口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占整个的支出一个非常高的比例，越往北越高，越往南越低，大概是这样啊。那么过了长江，政府支出占70%以上。那你想，现在政府已经穷成这个样子，要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过紧日子。地方政府就不要谈，地方政府钱都是拿来养人头，还有多少支出？没有多少支出，所以下半年经济反弹是不可能的啊！中国经济下半年反弹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慢慢的往上爬，这唯一的可能性是这个，就是外部需求开始好转，经济在慢慢往回爬，爬不爬得回去还得看时间，还得用时间来拉长。所以经济下半年反弹这件事情不成立，好吧？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今天有个状况，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整理互动的这个人不在，我就今天今天还在，还可以啊，还可以。那我们下面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昨天还是碰到了流量冻结啊，
我们还是希望平台跟我们沟通啊，解释清楚这件事情。我不做，如果没有证据，我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所以希望平台跟我们沟通啊，解释有关的情况，好吗？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啊，明谢一下。王玉成，谢谢 Daniel 梁，谢谢 Bella 瑞，谢谢 Vincent 侯，谢谢。最近在找工作面试，请王先生帮我加油一下。好 ，Vincent 加油，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谢啊。AAC 谢谢，先点赞再听课，检查订阅，别等不靠谱的通知了，到时候就来，非常对啊。John Snow 谢谢 ，Able Wang 谢谢。老师对体制的运作真熟啊，谢谢啊，那也不是太熟，但是我很认真的去看和研究啊，所以关键还是要去不断的去对这件事情去了解分析啊，关键你要关注这个点，然后不断的去跟进它啊。观点好喜欢王先生讲国体，如果墙内每个人都深刻的体会。CCP 共产党肯定脚在发抖啊，是啊，中国的国体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2件事，第一件事，中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它为什么会这样？你比如说。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地税局没有了？你要了解为什么地税局背后的这种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你通过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你就会知道看一个国家的国体是怎么运行的，就是要有这种追到底的这种好奇心啊。问题，现在国内每个地铁站的安检，路上无数的辅警，这些都不是老百姓的税吗？人头费？安检设备吓死人了，有机会公务员减员吗？我昨天看到有网友在推特上说现在公务员在扩招啊，公务员扩招当然的前提是因为就业的问题啊，经济各个企业单位也没办法吸收这些失业的人口，通过公务员扩招能加多少加多少吧。大概是一个这个思路，但是我觉得我是有点怀疑啊，怀疑在哪儿呢？就是你想一下，现在很多市政府，别说省了，省就不说，市政府有些部门工资都发不出来，就是本身没有小金库啊，没有这些油水的部门，清水衙门工资都发不出来，他扩招怎么养？现在今年省级单位压缩10%的一般性支出，所谓一般性支出就是人头费，你还压缩人头费，那你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大家减工资，养多点人，只有这一条路。但是你减工资的可能性是什么？你把现在的公务员全得罪啊，对吗？你想一下，所以这个我不大理解这个做法，因为你能招几个人？我就做扩招50%，那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啊，在编的公务员也没有多少人吧，都是不在编的人，编外人员。你扩招公务员，我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那后果很严重的，因为你人一多一个人吃饭，好多成本出来的，所以我不理解啊。不理解，我还是没搞懂，我得找人问问。那么，公务员减员的可能性，我觉得会减什么呢？就减编外人员，一定是从编外人员开始减。你比如说城管出去一车出去一队人扫荡那个地摊，其实编制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城管。剩下的那一票人全是编外的，就是20-30人，
他带的20-30人全是变卖的，然后他就往那一站，然后动手的全是那些变卖的，嘁哩喀吱打人呐、干坏事的全是变卖的。那如果要裁的话，肯定是裁这些变卖的人啊，这20个减到10个，或者是30个减到5个，那这就你会看见城管你在那个推特上面看见有些城管呢在那维权，没人同情他，活该。为什么当初他干的坏事太多了？这就是用老百姓对付老百姓，就这样。但是真正的有编制的就是一个人，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能不能减员？我觉得要减肯定是从这里。一般来说，我没有见到过习近平裁过公务员啊，习近平没裁过公务员啊，谁那个朱镕基裁过公务员，胡锦涛裁过公务员，但是习近平没裁过公务员。我觉得他不会裁公务员，他使劲给他们加工资，特别是部队加好多工资啊。所以公务员减员的可能性很小啊。情况，深圳光是一个地铁站检查口就配4个保安，一个把控，一个是 X 光检包，一个查液体，还有一个量体温，还没算站台、车站车厢内巡逻的保安，每人费用起码7000，这么高不可能，你这想多了。现在除了上下班，地铁没几个人，有时工作人员比乘客还多。像这样的支出真不知道要烧多少钱。更让人担心的是，国人引以为豪的高铁，庞大的投资和运营费，以现在的上座率，光利息都还不过来。香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刚开通半年就停运半年，这些巨坑不知道哪个买单，就是你们买单，没有别人买单，还有谁买单？高铁只有一条线是挣钱的，哪条线？京沪高铁是挣钱的，其他全是赔钱，或者是打平吧，好一点是打平，大部分是赔钱啊。所以中国的高铁是个大坑，巨大的坑，这个迟早会有。我印象中，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是5万亿到6万亿，57000亿，我印象中是啊，那是个大坑。但是这要跟那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比，那还是个小巫啊，还是个小巫。观点：扩招公务员不代表政府会增加工资支出，可能少数实权关键部门会有待遇保障，但工作量很大。那些养不起的公务员应该利用体制内控制住他们，毕竟用体制控制他们比那些人放到社会上来，对党的来说放心多了。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就是你说的这个，他还得发工资啊，不可能不发工资的。现在收支2条线全部都已经这么实施了，不会有一个部门把钱收回来，就像交警罚款一样。交警罚款已经不是给交警了，交警罚款是你拿着单子去银行交罚款的了，收支已经2条线，你说的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还得发工资的啊，扩招政府一定会增加工资开支的，这个没有疑问的，这早就已经改了，政府部门早就改过了。情况坐标山东青岛，我们这里坚持了好几年的首先保障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从这个月开始推迟了，也就是说财政没钱了，青岛都没钱了，那北方就别过了。情况，我妹夫在财政部直属的融投资机构工作，从这个月开始工资发70%，剩下的说到年底一起发。情况，我朋友在县级的一个工厂上班，一个月只有1000多一点，过不下去，就靠偷厂里的东西卖了维持生活，全厂都偷，那不完蛋了吗？情况，我的父母都是公立医院的医生，疫情发生之后，奖金改为2个月一发，因为比以前少了将近一半，1月一发太难看了。这还是省里排名靠前的3甲医院，
来看病的患者比以前少了很多，处境十分艰难。提问：刚才看新闻，人民银行发文说，个人存取10万以上需登记，试点河北，7月实行。王老师讲讲这个啥意思啊？我讲讲这个吧。昨天已经有人来问，这个去年已经实施了。河北啊，我印象中是苏州还是江苏啊，还是深圳这3个省，去年试点。然后今年还在试点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提现，其实新闻业务实在太差了，它其实提现啊，提现就是你只要是提现，你得提前登记，个人超过10万，单位超过30万，提现要登记什么呢？登记你这个现金干嘛？其实是现金管理。你在你的账户上转账那些没不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反洗钱。反洗钱就是反洗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够让钱离开银行系统，尽量减少钱在银行系统以外的运行。所以呢，只要你有电子痕迹，我就能追到你。现在有大数据。所以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呢，减少大家提现的这个金额，防止洗钱啊，防止贪污啊，干坏事基本上就用现金的，没有干坏事转账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个事情。但这有人把它解读是什么对人身控制这个，或者是这个倒有这个意涵。但他没有限制你转账，你爱怎么转账都不管，转多少都不管，但是限制你提现，所以基本上是一件这样的事啊。深圳、浙江、河北提现10万以上，他应该讲提现，大家就我理解啊。他说这个领取、存取可能也是转账，所以这个表达不清楚啊，不是什么其他的，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反洗钱啊，这个没问题，我觉得啊。情况，刚看完黎智英先生自由亚洲的访问，真的可以把每个懂得普世价值和自由和平的观众看哭。是的，我也看了，很感人。黎智英原来我非常讨厌他，香港的记者、香港的媒体人大概很少不讨厌黎智英的。但是最近黎智英的表现从去年开反送中开始，黎智英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刮目相看。所以其实香港人其实还是什么呢？就是挣钱归挣钱啊，做生意归 business is business 啊，做人归做人啊。其实还是黎智英做生意手法非常凶悍啊，所以同行的人都不喜欢他。但是呢，他在这次的运动的表现当中，他表现出来了一个爆人的品格和一个香港人的这种精神境界啊，非常厉害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视频，是这个在自由亚洲访问啊，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访问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情况：某一线城市国企 IT 项目预算比2019年缩减60%以上。那肯定啊，没钱了，肯定要减预算。打卡河南情况，这2天门口张贴征兵告示，其中罗列各种好处啊，邻居都在讨论，这是为了打仗做准备，每年都是要征兵的啊。但是以前当兵是要送钱的啊，征兵办是邮差，有油水的差事啊。那么现在还要讲这个各种好处呢，肯定是没什么好。以前的父母有一个想法，是觉得部队是锻炼人的，所以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啊，就觉得不好管，父母管不来的孩子就送去当兵，要让部队去管他，部队纪律员啊，这个好管。其实他不知道，部队更毁人，比他在家里毁得更厉害。部队是一个中国的部队，那就是一个
叫什么三观粉碎机，那基本上把所有人类的底线全部给打穿所有人类的底线，部队的三观啊。打仗不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吧？我觉得中国还不缺兵啊。情况最近广东广西下暴雨，被淹得很厉害，没有新闻报道，也没有领导来指导工作。结果习总去了干旱的宁夏，才考察指导，真是魔幻主义，现实魔幻主义。我们有个节目是讲，习近平为什么去宁夏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情况刚刚得知，税务部门要求所有网店补交过往3年的税，许多刷单的商家在排队前往天台中，好吧，我觉得是吓唬的吧，不是真的吧？虽然穷疯了，但是你把这些网店全给逼死了，那不是更完蛋吗？哪有这么蠢？情况最近央视新闻频道搞了一个所谓揭露香港暴乱真相并污名化香港抗争的专题节目，好无耻，好无耻就不是新闻了。你说他不无耻，那可以拿来讲一下。好无耻这件事情正常啊，他们就一直是无耻。中国的年轻人要觉醒的早，多半是家里人的影响。没有家里人的影响，只接受学校的政治教育，那肯定粉红。是的。提问，请问王先生，每一次的危机，中央都用非市场手段或者饮鸩止渴的方式续命。这一次的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危险得多。这一次中央还能否撑得住？中共无论怎样卸下包袱，都不惜一切代价。这一次的代价会不会变成60%以上的人？对，这次呢，毫无疑问，外焦里嫩。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外焦里嫩，就是内外都有危机啊。但是你可以看啊，我们大体上判断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看它的结果和影响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先看外部，从外部来看，中美关系崩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正在崩。然后一带一路这些都崩了啊！中国过去5-6年非常激进的向外伸展、向外扩张的这些，基本上现在都黄了就是一片损失啊！这块中国在外面，包括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这种渗透，也在被砍得很厉害啊！就是也在崩溃当中，其实这个体系在崩溃当中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中共的这些运作中共做事很糙很差啊，但是他会骗，非常会骗。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趁你不注意，所以他做事很糙很烂，但是都能成功的原因是，并不是因为他做得好，是因为你没留意。如果你留意这件事情，你开始这你来渗透我，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他活干得不漂亮，并不漂亮。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对西方的渗透也好，西方只要警觉醒来看一眼，这事全部都漏了，所以很快会崩啊！但前提是你真得醒过来。那就像美国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啊！所以他们在做很多这方面的补救工作，亡羊补牢啊，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亡羊补牢，这一头把它补完之后，中国在外部的这个扩张就基本上就前功尽弃4个字。但是对他有没有影响？对他政权有没有影响？对他政权没有1毛钱的影响，他活得还挺好。它有没有影响？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它往外扩张的能力在减少，但它不会影响它的政权，这是第一条。因为你又不打它，你没有人派军队去攻打它，它这政权为什么会有问题呢？所以这第一条。第二条，这是外交里嫩，经济很差啊。我原来
我的政府现在原来养10个人，我现在一口气变成养1000个人。我原来出门后面跟着10个人，这边踢一脚，那边宣个摊子啊。我现在养1000个人，我出门的时候，我现在出门前面有20架电单车，后面有再跟着10架卡车，再跟着后面，我得是这个架势。好，这经济不好了，经济不好养不了1000人，养这些钱，那电单车就取消啊，这个卡车也取消了，就5辆面包车吧，我坐中间那辆，形势变成这样，理解吗？他有没有垮台？他没垮台。我原来养10个人，我现在养1000个人，变成养1000人养不住怎么办？减到500吧，500还不行，200不行，减100啊。那我现在原来10个人，我现在还有100个人，100个人5辆车走，前面还是可以有人在马路边上站着，把这个群众赶出去。他是这样的情况，他并不是说他。就很多海外的这些人在分析说啊，中国经济很差，政府财政很差，他要垮台了。他为什么要垮台？你想一下，他一年的财政收入有多少钱？一年中央跟地方的财政收入是12万亿，万亿是什么概念？中国一年 GDP 100万亿，他其中收了12万亿，12万亿能养多少人？能干多少事情？他很多地方财政在崩溃，他稍微的挪一挪就搞定了，所以他养不住那么多人，就原来10个人变成1000人，我现在变成100人也没啥，也没关系啊，我还是能把你们打得血肉横飞，就是这样的。所以并不意味着中共的垮台，理解吗？我不认为中共现在会垮台，因为没有东西让他垮台，他还有12万亿花呢，你以为？还有那么多资产呢，土地还在他手里，政权还在他手里，部队还在他手里，宣传机器还在他手里，他手里他全都在啊，他只是钱没以前那么多了，他怎么就垮台？他垮不了，我看不到他垮台。观点，因为军队里往往舆论比社会更不透明，而事实上军队成员都是从社会里来的，带来社会的种种问题。在不透明舆论的环境里，就会长成更畸形的怪态。哎，怎么说呢？部队有多黑？你从班长一直往上，都得送钱，一直送上去。大军区啊，大军区的这个军长啊，集团军的军长啊，这都得送，一路送上去。一个比一个高啊，千万级，千万大军区的军职，我印象中在胡时代，就是大军区的正职3000万，那你想想，这是个什么风气？这是个什么风气？你说嘿，这到底下的小兵是什么情况？班长是不用洗袜子、洗衣服的，你只要当了班长，你就是所有的这种事情都不用干了，就有人帮你干啊。部队这个，那讲起来那就讲3天吧。哈哈。情况今天看了肖若元的平反，他说孟公主在加拿大差点被3个华裔男子监控死角灭口，这3个人什么入境信息、护照都没有。是不是代表之前孟公主在宣判前在法庭门口微手势是隐喻自己罪名成立，不用回国被直接灭口？我看了那条新闻，那条新闻我没看到它的来源，所以我不大相信，就我不大接受这个新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假的，所以我就不能够确认这件事情，好吗？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先到明谢一下，产 Claudia， 谢谢。今天晚上香港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谢谢啊，大家关注香港，请大家继续关注香港。周明，谢谢。现在部队出来还好分配吗？出路好吗？你说呢？原来还能分配，现在还能分配吗？周雨婷，谢谢。Jeff 王，谢谢。
整个外置声卡，我想一下，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还会出这样的问题啊？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点赞，最近点赞少了一点啊，请大家支持啊，谢谢。